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咱们继续《暗黑破坏神》高清版的流程。今天是兵法的普通第5章。那现在呢，其实进入了一个兵法师的强势期，这个强势期要持续到噩梦的中后期了。这输入法又没切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装备啊：细钢连剑套，一个黄金枪。我现在呢黄金较多。但是啊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装备给大家看一下啊，就是这双鞋啊，这个衣服是隐秘，隐秘是之前死灵法师穿过的。好，凯松的征服，这是我身上一件暗金装备，能拿得出手的暗金装备。很多小伙伴已经开始可怜我了，但没关系啊，我42级就可以拿起眼球了。42级的话，估计要等到噩梦的2章以后了。现在呢，我2个攻击技能，一个暴风雪，一个冰风暴。暴风雪仍然是消耗比较大，所以身上带了比较多的蓝。一打一片，毕竟是个 AOE 的技能。冰风暴的话，主要还是打单体，伤害也很高。小兵的话，最多2发就没了。等到了噩梦第2章，咱们会打得比较顺利了。法师有 TP 是一大优势，赶路非常的快。其他的角色虽然可以通过购买 TP 杖的方式来获得这个技能，但是修杖的话还是挺贵的。而且你切杖的时候呢，你的主手的技能加成你就享受不到了。我现在是27级，那还没到30。打巴尔之前，咱们争取能到30级。这样，如果打完巴尔能32级左右的话，咱们可以练到38级左右再进噩梦。其实最好是练到42拿起眼球啊，但是那样的话练级时间太长了。咱们还是练到38级左右吧，就进噩梦了。毕竟单机咱们主要就是为了追求通关。然后这个角色呢，我是打算把它打造成给之后的那些职业打一点日用品，给大伙 MF 的这样一个定位。当然了，单机 MF 你就不要指望出太好的东西了，就是能出日用品就算是极品了。像军帽眼球，这都是极品啊！军帽咱们现在还没有呢，只有一个眼球，还是死灵法师打出来。一个任务完成，这就把山客推了。我这个头环也很垃圾，它就是加4抗，也不加技能。那到了噩梦呢，就注意一下素材，如果有2孔的头盔好一点的，咱们就留着镶个知识。还有锁链手套，黄金的，看一眼啊。8 MF， 这留着吧，因为毕竟咱们现在没有运气守护，也没有金色包袱。所以说有这2个的话，到地狱通了之后，让它 MF 还是比较好的。没有运气守护呢，有个8的也不错。开始救这15个人，法师救他们简直太容易了，一顿 TP 找到了放出来就完事了。这个利亚杀手咱们要干掉他，看到这种金怪不要放过，尤其是这种固定的，什么拉卡尼修这种。还有第1章内侧回廊往上走的那个骨灰，大圣堂里边那个，这种固定的精怪，如果遇到了就别放过了。10个了，还差1个，还差1个点的。
这个地形啊，如果一般的职业来打，其实是很恶心的。拆这个门就很费劲，然后呢，敌人可以 TP 进来和你打架，而且呢，敌人有很多的投石车。法师还好一点，不用拆墙拆门。还差一个在这儿。好，这样咱们等于做完2个任务了。这张一共6个任务，做完2。把7、8、9领了，然后就可以救安雅了。我其实挺期待安雅给我的那把黄金手杖的，这把呢是我自己打出来的，实在是很一般。我们现在身上比较好的凯松的征服，这个鞋跑的是真快啊，30%高跑，加上衣服上的。咱们来到了冰河门口的这几个怪挺难对付的，普通的还成，到了噩梦轮斧子的这个家伙很难。他再有一个单系无效。咱们如果纯是冰系法师的话，第5章这里会非常的难过的，因为敌人有大量的冰冷系无效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后面需要加一个大火球来啃那些冰冷系无效的敌人。当然了，其实你可以完全的躲过去不打他们，对吧？单击可以的，其实也可以，就多躲呗，冰冷系无效的就不打。但是我还是习惯呢做一点权衡，就是加一点大火球。到了地狱呢，就开始培养这个，包括噩梦的后期就开始培养火系的技能，电系的培养不起啊，毕竟是单击。火系也不用多猛，它是一个辅助类的技能，有打不动的，你又想打的，可以用大火球慢慢磨死，再加上小 T。安雅这个图，如果在地狱刷新了变魂的话，那真的非常难搞，尤其是对于法师这种脆皮，其实近身也很难搞，你就只能吸引他们，然后再打。这里离安雅就不远了，刚才已经出现了任务提示。这个就冰冷无效，咱们可以冲上去削弱。离远点，这家伙炸了。里面就是安雅了，这又一大堆雪人。捡的什么垃圾啊？这都！小弟现在立功了，但是啊，米山的话到了噩梦2，我会把它换下来的，会把它换成神圣冰冻的，给咱们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输出环境。可以了，安雅，等他的手杖。给把好的，我这个眼球一时半会儿还拿不起来。看一下啊，哇，加的东西倒是不少，加2暴风雪，抗火加9生命，20 FCR， 比我现在的强，这个 FCR 就比我现在的强了，再加上加2暴风雪，就用它了。先把皮开了，咱们再去取卷轴。这算是一次 MF 了，出个白骨头。10 FHR，抗闪电30%，毒降低，抗寒9，
还成，可以留着。我是加4抗的，这个加点生命。其实啊都是垃圾，但是呢，你看咱们现在是普通第五章啊，用起来就不错了。瓦特之厅啊，这几个方向看看哪个是真的吧。哪个方向对，能找到尼拉塞克。啊，这里就是了，有任务提示了。我 TP 进去，我尽量少制造实体。尤其到了地狱难度的这里，一定要小心，很容易被他一下子就炸死。他在炸我小弟。这家伙是不冰冷强化呀，非常抗打。跑了 ，TP 了。好，爆了一把黄金的妖刀，这一看就是安雅的呀。垃圾，卖给安雅，哈哈哈。卖给刺客。好，这样出发。古代人了，3BB 了。先去接，先把这个任务接了再去啊。在这儿把这个任务接了。3BB 的话，普通其实挺好打的。咱们的削弱呢，也可以给3BB 造成不小的伤害。这个地方我是习惯踩点的，这个点一定要踩。就万一3BB 翻车了呢，对吧？咱们现在300的血，升级了30级了。30级出支配冰冷了，支配冰冷这个挺特别的，说是降低敌人的冰抗来造成伤害，造成额外的伤害吧。这个点一般不会投入很多。咱们可以到了地狱之后洗点，然后再分配到火法上一些。因为这个版本有3次的免费洗点机会嘛，就是分别都找第1章的女巫来给你洗。这个怪到了地狱肯定是冰冷无效了，这个打法就没用了。或者咱们到这儿就一顿 TP 来躲，或者呢就用大火球来啃。在装备加成不多的情况下，很多技能点你肯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。之前有小伙伴问这个兵法的练法，这个兵法的练法没有任何悬念啊！你点一点温暖，一点削弱。削弱现在叫能量力场吗？我还是习惯叫削弱。然后再点一点传送，剩下的呢就是暴风雪那一排一纵排，你能看见和它之间有加成的。那主攻技能呢就是冰风暴。还有暴风雪，单体就是冰风暴了。AOE 的话还是暴风雪。踩完点了，咱们可以赶往3BB 那儿了。法师打的真是快啊！因为这里呢 TP 比较多，拿的经验什么的少了，所以说过了普通之后呢，真的需要练几级。回来整备一下，买点蓝瓶，
1.10之后能买蓝瓶，真的是不错呀。3BB TP 方面的话，可以一个一个打。这个力量95现在还拿不起，哎。好，先往左带，之后呢再往右边带啊，这样呢就容易把他们甩开。普通无所谓了，到了地狱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个方式。这是最大化的把敌人拆分开来。削吧，好，这就一个，先把它削空血，然后冰风暴一顿砸，还差一个。我看咱们现在输出的效率呢，我估计巴尔是撑不过半分钟的，30秒应该是撑不过。如果他不放分身，搞一些幺蛾子的话。毁灭王座了，希望巴尔能给我出点好东西吧。这些 BOSS 历来都是啊，我出的好的装备一般都是一些小精怪给的啊，这些大 BOSS 反而不给，可能是我中间的练级啊比较多啊，打的精怪比较多。我小弟也不说上前探路。这里的门口呢，我习惯把它清了，因为后面打最后一波，就5波怪最后那波的时候，地狱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好打，所以我会把他们带出来。带出来呢，这里就算你打完了，你就可以接着去打巴尔了，不用非得把他们消灭嘛。所以单机如果你想通关的话，你怎么都能通关，就看是否顺畅，是否艰苦。这个游戏也有很多非常奇葩的自讨苦吃一样的练法。你比如说物理死灵啊，猎人德鲁伊这种都比较难练。猎人德鲁伊就是召唤系的德鲁伊，你的小弟都站不住，自身又没有攻击的比较有效的手段。猎人德鲁伊嘛，顾名思义就是拿弓的。大家想一下，拿弓的德鲁伊。这波清的稍微久了一点，因为暴风雪这个东西啊，它指向性不是特别好，你只能控制一个区域，至于是否能100%落到他头上，这个你说了是不算的。把小弟传 TP 带了一下，因为刚才的九头蛇都打他身上比较不利。这个技巧啊，其实之前使用死灵法师的时候也能用到。死灵法师的传送杖传送一下，你会把所有的召唤物，包括复活的那些家伙带到身边。但是你想一下，你单机游戏啊，你 TP 一下需要付出多少钱？这波顺利，下一波连普通都是比较血厚的，这波敌人真的是比较狠。那如果到了地狱的话，他有什么击退的、冰冷无效的更麻烦，打不过就带出去。还成，咱们的输出也比较高。苦难记录者，幽灵一击，幽灵一击放在普通还可以，放在地狱呢真的是恐怖啊，真的是幽灵一击啊。尤其你头上如果带着诅咒的话，被幽灵一击了，这好啊，咱们进去打巴尔了，传送到他身边是大概19分44秒，看他能撑到什么时间。哎，他 TP 了，跑了，他觉得自己撑不住了。
好，打他大概用了13-14秒吧。还真有几样东西感觉有希望能用到啊，这几样，包括这个头盔、腰带，还有手杖。一会儿辨识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用。别让我失望啊！别让我失望。Hello。大天使来了，我没空理你啊！我捡了不少东西，我要辨识一下。希望这个手杖是+2法师技能，哈哈。这个头盔+2法师技能，看一下啊。20 FCR 增加65到120火焰伤害，增加13到43的冰冷伤害。你是个物理法师啊！+1战斗技能，这个甲不行，看头。哇，这个头盔其实就抗闪电、抗火，一个11，一个8。17 FHR 17没了啊，没什么有用的了。我这个是锋利扣带啊，它至少是个暗金的，我知道它很垃圾，但它至少是个暗金的。啊，那也就这样了，没什么好东西。咱们本期呢先录制到这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开始噩梦了。